朴管家，啊，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，快拿出来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这都是他的猜测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再说了，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，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！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了？昨日的那张纸上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“鹤”字。这不可能！哼，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。一般人呢，看到烧掉的一半，也只会猜出是个“鹤”字。唉，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负心贺兰呢？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，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，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。走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杀死掌门？什么情人？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灵儿，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，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，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。远远一看，他就成了金身。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，奔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。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，却把大家都给骗了。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？这都是掌门安排的，我只是照做而已，不能怪到我头上啊！唉，这个朴二华还在装傻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？还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啊？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，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，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。哼，我猜测这个王掌门呢，与这个贺兰烟女子有情，之后啊，便有了私生子。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，所以贺兰烟威胁要离开。可是青山掌门呢，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，便设好了一个局。但是这个局，偶然间被你知道。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家中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，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，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。这样能行吗？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，若不依她，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，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，要您退位，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，又舍不得儿子，于是你俩一起谋划，用琉璃镜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。原本3日之后，掌门等你自学将他唤醒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。之后，你再以金箔涂身，掩盖你的五毒掌。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，是你杀了师父。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。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哎，王守庆，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，可否借我一用啊？王掌门呢，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6岁的私生子，所以这个10字呢，与其他的字迹不符，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。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“其母姓贺兰”，
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福表哥，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，无非就是怕这3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？你10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福，直到杀人灭口，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。你还真是个好爹啊！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，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。爹，真的是你吗？故事说得不错，可惜呀。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，是吗？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，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，于是连夜赶去他家，想除掉他们母子。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汁，一旦洗手，便会变成黑色。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嘛。